大师兄是用了连环计。算不上什么连环计策，只不过是一些小布置罢了。弥勒抬手指向光幕，又似是隔着光幕指向谛听，让后者的身体几乎紧绷。师弟你看，弥勒的笑容渐渐收敛。这女子就是凤族孔宣，有神通五色神光，实力堪比道门顶尖圣人弟子，便是为兄也没有把握胜过她。这些从3000世界搜罗来的邪修亡命徒，完全不知道他们要面临这种敌手，此时已经开始慌乱。看，孔宣出手了。光幕所显，孔宣五色神光闪烁，如同5把利剑横扫天穹。石硕明冲在最前方的邪修伸手一触，孔宣冷哼一声，显露自身威势。那群邪修懵了几瞬，在孔宣身形闪过出现在这些邪修面前时，剩下的20余名邪修扭头就跑，各显神通，比来时的速度何止是快了1倍。孔宣冷哼一声，手起神光落，又是数道身影被五色神光横斩。这不过是五色神光最浅显的运用，其封、禁、囚、刷等效果完全没有用武之地。轮回塔顶层，弥勒含笑讲解着这一幕，那谛听不知为何开始浑身轻颤，把头埋在爪子当中，完全不敢抬头去看这个笑面道人。看，这些散修很聪明，开始四散逃走。南边又飞来了一只金鹏鸟，便是先头去灵山，又叛变去了天庭的金翅大鹏，与孔宣正是姐弟。不过有几个人身上还带着大挪移符，可以将他们的身形直接挪移去南海之南。那里贫道安排了数十只鸿蒙凶兽。地藏缓缓点头，计策是好计策，但师兄似乎低估水神了。这般浅显的陷阱，他自不会上当。这可说不准。师兄可还有其他布置？为兄其实不愿出手管这些，但咱们西方教确实到了危急之时。为兄仔细观察了水神许久，也将咱们屡次与水神交手的情形进行了完整的还原，找出了水神的弱点。师弟是否觉得水神善谋算，本性多疑？不错。那你就错了。水神这个人其实一直在追求最大的把握，本性也并非多疑，而是求稳。就比如此时，光幕中所显，在孔宣与金鹏前后包夹之下，四散而逃的邪修迅速溃败，但是有几个人在混乱之中拿出一枚枚玉符，侥幸逃过了五色神光与禁语。这时那金鹏毫不犹豫就朝着南海之外追去，而孔宣并未强追，径直回了那一座大城。看，这对姐弟应当没有机会交流，却如此果断地采取了一攻一守的态势，自是水神在暗中指引，哪怕轻松取胜犹不会麻痹大意，这就是水神的行事风格。金鹏独自穷追，如何算得稳重？师弟你错了，追上去的不只是金鹏，还有咱们看不到的水神。师兄为何如此笃定？你我都未见过水神踪迹，或许他今日只是化身在此地，本体并未显露。为何如此笃定？师弟且看。弥勒手指轻划，青色光幕中出现了一片黑暗之地，似乎是天外虚空。此地有着一轮巨大的六芒法阵，其上显现一口灰色漩涡，能够勉强地看到数十身影，或人形或凶兽，潜伏在法阵周围。大挪移符的落点就在此地，那几名邪修从中依次钻出，一道曼妙的身影主动迎了上去。轮回塔中，神灵兽注视着这一幕，地藏已经是看到了那几个人的结局，嘴角露出少许苦笑。弥勒眯眼笑着，师弟还没发现吗？水神还是海神时，本体每次现身，要么是在大法师身旁，要么是有诸多至宝护身，这些都是随着水神实力不断提升而出现的变化。为兄本次所选的目标看似只是凡俗大成，
但其实是水神一向有关天庭人族凡俗相连大计划的软肋，他自会十分重视，本体必会在此地，还会带着先天至宝太极图、天地玄黄玲珑宝塔一同在此地。在刚才这种情形下，金鹏既然追上去了，水神没理由会让自己的爱将涉险。若按水神的行事风格，此次要出手的实际是他自己，金鹏只是去策应。有太极图和玄黄塔护身，除却圣人出手，谁都伤不到他，他出手才是最稳妥的。看，这不是来了。弥勒说话时，那一道曼妙的身影已经走到了乾坤法阵上，浅蓝色的阵法光辉照映着他迷人的姿容，自是文静道人。文静走到那逃窜而来的几人面前，嘴角勾勒出醉人的微笑，目中闪过妖异血光。那几名邪修双目顿时变得呆滞，任由文静在他们身旁走过，任由纤长的细指划过他们的额头。待文静走去法阵另一侧，这几道跪坐的身形突然坍塌，化作一堆堆细沙，悬浮在虚空之中。正此时，一张太极图虚影诡异地浮现在文静道人的上方，那白眉白发的老道迈步而出，太白金星李长庚。文静面色大变，几乎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尖笑。周遭那数十道凶兽之影猛扑而来，对着这位老道爆发出凶厉的攻势。轮回塔顶层，弥勒双眼眯起，金色波鱼投出的光幕，画面锁定在文静道人与其他几头实力最高的凶兽身上。看他们被玄黄塔震得不断出血，弥勒的笑容越发浓郁。数次走漏风声这事应当是与文静无关了，那谛听，你是不是该给贫道一个解释？啊，这解释啥？谛听小声嘀咕着：“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水神欲要除我于后快啊！师兄如此大张旗鼓，就为了调查谁是水神的内应？这只是3成的打算。”弥勒手指拨弄，画面分作2部分，左侧是虚空之中众鸿蒙凶兽围攻顶着玄黄塔的太白金星，一时也能将李长寿困在原地。右侧却是在一处灰蒙蒙的云雾中，10多道将自身包裹在黑气中的黑影正静静盘坐，这灰雾似乎在不断的移动。看这些家伙，他们是为兄辛苦凑起的金仙，实力虽然不出色，但都是来自于截教背景。师弟谛听，我今日只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水神本体的藏身地到底在何处？我如何能知？你不知，他却知。弥勒向谛听看去，那笑容变得无比的森然，一股股威压朝着谛听席卷而去。谛听炸起浑身的青毛，却只是瞬间就被这威压震得趴伏在地上，浑身僵硬无法动弹。地藏面露怒色：“大师兄，你这又是何意呢？觉得我出卖了灵山，早与水神有所勾结，里应外合吗？”师弟莫急，为兄只是觉得你这只神兽有些问题，自不会怀疑于你。弥勒带着淡淡的微笑，手指遥遥对准谛听：“小家伙，地藏师弟如今身列天道序列，而你却依然只是一头坐骑。贫道再问你一句，那水神的本体平时藏于何地？又是从哪家人教仙宗踏上的修行路？”少的实在不能确定。是吗？大师兄，可以了。地藏袖袍鼓动，长发飘舞，身周爆发出浓郁的天道之力，双目神光涌现。谛听是我的坐骑。弥勒的笑容不变，但是目中的寒光宛若实质。但你还是我西方教之弟子。侧旁的墙角，那书架突然就崩碎了。这轮回塔中响起了向外的狂风。渡仙门是渡仙门，水神藏身之地是渡仙门。谛听半个月之前刚刚得知，还未来得及禀告给主人。地藏眉头一皱，
弥勒眼中寒光消退，很自然地轻笑了2声。正此时，地藏与弥勒相隔的光幕所显，左右2部分画面突然就出现了变化。左侧几头凶兽突然甩出了数十道流光，在那天庭太白金星身周炸出了道道乾坤沟壑。右侧那灰蒙蒙的画面突然一转，灰雾随风消散，10多道被黑气所包裹的身影出现在高空。他们低头俯瞰，正下方是一座宁静的仙宗山门，丝薄润滑的大阵正映着太阳星的光芒。谛听几乎屏住呼吸，注视着画面中的这一幕，嗓子尖儿刚发出一声颤声，那10多道黑影骤然下冲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撞向护山大阵。正此时，金色光幕左侧的画面中，那太白金星豁然转身，目中略带焦急。小琼峰护山大阵外围各处山林溪流中，一道道身影冲天而起，数十道天仙境的男女老少似乎在各处潜伏许久，就要朝着空中那急冲而下的10几道黑影迎去。迎在最前方的黑影突然就顿住了，自怀中取出了一颗黑色宝珠，用力一捏，一颗漆黑的圆球暴涌开来，几乎瞬间就将下方的山门包裹，席卷千里之地。那一名名冲天而起的男女老少突然就失去了前冲之力，在空中化作了一只只纸人，无力地飘落。纸人失控，数道黑影齐齐出掌，砸在下方那护山大阵上。护山大阵光芒大作，但是光壁却多了道道裂缝。轮回塔顶层，弥勒已经是站起身来。看在师弟你这神兽最后说了实话的份上，今日贫道饶他不死，今后你们就在这轮回塔上安安静静老老实实。都已经跳出了大教之争的漩涡，何必非要再掺和回去？还有，今日这局断不会有任何线索指向咱们灵山，除却贫道在此地对你们说了此事。贫道此次营造的假象是咱们西方教跟阐教联手算计了这个水神，接下来也会死不承认我们做过任何事。若这次挑拨不成，水神只迁怒咱们，而怪不到阐教身上。哎呀，也不知神兽肉滋味如何呀。谛听浑身乱颤，低头颓然一叹。弥勒转身要走，地藏定声道：师兄，这人教仙宗便是覆灭又能如何？伤不到水神的元气，但会让他很不爽利。这般加深他对咱们西方教的成见，于西方教没有任何好处。傻师弟，本来是面对着墙壁的弥勒略微扭头，视线余光注视着窗台前的地藏。无论是出于立场还是出于个人情绪，他都已经欲要除西方教而后快。紫霄宫后，我们与他就是死敌，只有让他吃到点苦头，他才会有更深的忌惮。他那一切追求最大把握的性子，会让他重新审视咱们西方教的力量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金色钵盂飞回到弥勒手中，最后残存的画面是太白金星欲驾太极图离开，但是那些凶兽疯狂前攻，让周遭的乾坤不断的震荡。而渡仙门山门处，护山大阵在后续黑影冲撞之下已然破碎。渡仙门各雄峰飞出道道身影，匆忙迎战，画面随光幕暗淡消散。弥勒已经将金色钵盂收到袖中，弥勒没了踪影，仿佛从未来过此地，半点道韵都没有留下，只有最后的那一声轻笑，淡淡的话语。报复水神一次，贫道的心情会畅快许多。地藏闭目皱眉，那谛听瘫软在地上，沉声叹了一口气。真是你在通风报信。主人，你要相信。就最近几次啊，以后莫要掺和。是。谛听闭上双眼，努力感应着渡仙门方向的生灵心声。惶恐、愤怒、恐惧、空白，
一片混乱。渡仙之劫已然降临。渡仙门上空突然出现敌踪的一瞬，李长寿的道心就是咯噔一下，出问题了。而当他直接分散心神，调动了数十只指道人向前迎敌，主动冲出的指道人原本藏身各处，对方突然就释放出了那般的法器，李长寿就知今日问题大条了。对方的目标是渡仙门吗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又做借刀杀人之事？明面上是偷袭南赡部洲商部落，实际上是一步步将自己引入此地包围，而后再用一些身份敏感的炼器士偷袭渡仙门，倾覆渡仙门，从而激怒自己吗？这个套路虽老，可是对方若是心狠一点，制造渡仙门血案，再让今日偷袭渡仙门的炼器士覆灭元神，斩断一切线索，足以在自己和阐劫两教之间留下不小的缝隙。一瞬间，李长寿想到了西方教，有可能是要借此事逼阐教与他们联手合作。灯下黑，灯下之黑，对方今日要算计的是我，太白金星里长庚的落脚点，而我却因为埋藏了足够多的指道人，心底产生了安稳感，又因为掌门平安的回返山门，心底暂时放松了警惕。若三仙门与逍遥仙宗的摩擦都在背后算计者考虑之内，那对方做了这般万全的准备，定然不会只是打破渡仙门虎山大阵那么简单。这般情形，最有可能算计的是什么？借截教仙宗之手覆灭渡仙门，让我跟截教产生缝隙。背后算计者可以是阐教，也可以是西方教，甚至有可能是天庭。想让我与截教决裂的势力实在是太多了。这就是我与云霄关系太近，而我又处在大劫主导者之位之上。